咱俩的综艺节目首秀，在大桥上，大家看到咱们俩有独立做一档节目的能力，控场，然后输出的东西又有内容，很深刻，同时又不失幽默。明年我们就去拿综艺最佳 CP 搭档。这就有点。看哪儿？咱们以后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形式，就是陪看，去观察任何节目。对，以后有电视剧咱也可以做这个。咱俩开个自媒体号。来，这就有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咱们今天咱接到的第一个活儿，咱们要看的这个太吓人了。熟龄恋爱真人秀，很新奇啊，感觉都离自己挺遥远。你应该是有过经验，录过，但是都录的是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之前看20多岁的时候，你还是能想象到的，毕竟咱也有过那个年龄段。是，总有种在看偶像剧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咱们这个要看的是50多岁的，看现实主义，看现实主义的题材，看爸妈那种感觉。我不太敢去观察谈恋爱，因为男人又比较了解男人。所以说你看到那些之后，你说虽然咱们在观察点中，但咱们要比他们还甜，比他们还甜。这话你真是说得出口。在开始之前，咱准备了很多陪看神器。我眼有变大吗？这么不明显，没有变大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赶紧咱看看咱们熟龄的哥姐们哥哥姐姐们，来吧。好，开机。哎呦，好帅呀！我要看镜头还是看你？又见沧桑洱海。他们说这些人是50多岁的人，你给我倒回去。不可能！哇，都好年轻呀！是。刘宇刚，日暮时分说爱你。我是像一个少年一样的。这看起来只有30多，比我小呀。像初入职场的人，眼睛里还有那种刚毕业时候的那种青涩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但是我想象中他们的给人的年龄感会更大一些，主要对，现在看起来太年轻了。真的，你看着他们，你当时我还纠结，你来之前是不是也纠结？说话的时候应该喊姐姐呀，还是咋样？我没纠结，我想的就是姐姐。我叫罗飞，我是英国人，纪录片导演，是在大学做高管教育这一块。这个突然不敢说话了，看到这个态度。我是刘梅，今年刚刚退休，过往是一个从普通的工人到设计管理，到销售管理侧，到高级管理的这个岗位。上海申报的话，我是工作了整整18年。哇，申报哎！我其实退休金是1万块钱。看别人练字都是介绍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，对，他们我是从哪退休的。永远不说我要优雅的老去 ，no，我要年轻的活着。做一个永远的孩子多好，因为有的人活到25岁就死了，只是75岁才埋葬吧。这才是金句。对，就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要费劲的去理解才行，因为那是你人生阅历没就是对，可能有点距离感。那就直接上去吻他一下呗。哦呦，先下手为强嘛。这么直接吗，大哥？刚哥太刚了，刚哥。直球。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菜，一定要说这个。I think I like you。哇，真的好有魅力。好有魅力。肯定不能拉低我的生活水平啊，那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。好直接呀，太好了。我觉得我挺帅的呀。哇，这个大哥也太自信了，大哥。不太会喜欢过于自恋的男性。刚刚那个大哥 pass 了，灭灯了。没事，他们可以走对抗路的那种。他们都有一种淡淡的文艺气质，对，为什么？优雅感，感觉他们平时吃沙拉，把自己的日子照顾得很好的那种感觉，还是很向往爱情的，不像我们年轻人。他们才是真正的年轻人，现在完全感受不到咱们这个节目，叫日落时分说爱你，一点都不日落，大中午的就说爱你。现在都叫老鼠人嘛，又老又熟。因为有的人活到25岁就死了，只是75岁才埋葬罢了。那你的理想退休生活是什么样？我现在不工作，
每天过的就是我的退休生活，就早晨起来喝茶，看看书，然后去公园逛逛，下午打台球，然后晚上就回家看电视剧。我实在想不出来老了还能比这个再休闲到哪儿去，你知道吧？那我还想象不出来我退休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。我不工作的时候也得自己琢磨拍点啥呀，或者干点啥呀。你不想虚度光阴，不允许自己无用。对。接着看片子。哇，大理哎。哇，这是他们说的，胡歌老师、徐静蕾老师、海清老师，你们节目这不是有大咖吗？为啥就我俩？哎，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东西是引用的胡歌的话，引用的徐静蕾的话，结果是人家专门写的。哇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美好的爱情从爱情开始。哇，没想到胡歌老师写这些也喜欢用谐音歌。马琴姐姐说话不过脑子，是一个很直接、很纯粹的一个人。对，大家对她的感觉都是一样的。对，就是很轻松，很轻松的感觉，就感觉像个小太阳。小太阳的那种。嗯，对男性的一些要求。哇，你看第一个都是白装，哇，已经有哥哥被淘汰了。主要是到了他们这个年纪，装不装一眼就看出来。对，哎，你猜那个霸道自信的哥哥有人邀约吗？肯定有啊。他们都不喜欢自信霸道吗？哎呀，一开始都会被迷惑一下子的。耶！哇，很大的183。你看，魅力、活力、勇气、细心加一块没有183重要。40是少年，这个哥哥。拒绝华妃，拒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种比较霸道的那种，擦泪都往上面擦的那种。宜修是怎么样的？哦，好呀，姐姐说的这么对。最吸引我的就是183，他也发现了，因为我以前交往的男朋友也好，我前夫也好，都是183啊。嗨 ，King 哥，我是猛禽，你愿意和我见面吗？这么直接吗？就看了个183。人总是会重复爱上一种人，反复踏进同一条河。对。哇，好会穿搭呀，哥哥。我像个孩子。哇，中年导演，他是我的工作伙伴，也是哇，还有前夫写的，也是我的前夫，不是前妻写的，前夫。你在看什么？前夫给前夫写的。离婚之后还能写推荐信，还能保持一个好的联系，其实挺难。主要是你跟前任就是关系那么好的话，让人第一反应就是你们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呢？那如果你们跟他做的那么好了还分开，那咱俩又得好多久呢？对呀，你心里会有很多问题，我觉得。对，我不可能像前任一样跟你一样那么好了吧？就感觉。但感觉飞哥的故事，我感觉后边慢慢可能就会铺陈开来了。是。肯定后边会聊。飒。又时尚又有活力。你们开始邀约了吗？对，999，你都看完了吗？我们来的比你早一点点。谈吐又很得体高雅。比较吸引我的是，一个好像是有2个儿子，第二个183，还有运动。配色果然是很吸引人。来吧。哇。我的昵称是王老师，呼叫 Ken 哥。哇。好大方呀！确实，你第一下有什么好你好，王老师，反正都不认识。对。你愿意跟我见面吗？愿意啊，愿意啊。最后一个出场，第一个主动出击，挺让人羡慕的。我都不敢想，我50多岁的时候来上这档节目，别人会怎么写我？我的小姑沈月，小姑沈不爱动，不爱出门。大家救一救她吧，大家帮一帮她吧。哎，咱们之前不也准备了这个卡吗？你写了2张啊？我这张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。
如果男嘉宾看到我这个，就哐哐立马就老沈，我是志胜，你愿意和我见面吗？真的。致未来最幸运的人，碰上沈烨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姐，就是你看到了亚洲最美的面孔。更幸运的是，你的生命中多了一个温暖的太阳。其实推荐很多余，因为我伟大不是多余。这个是我的真心话。致未来最幸运的人，你何德何能？你推荐是推荐，为什么要挑衅人家？我激起他的好胜心。你不知道男人这种生物很奇怪的。我感觉对面已经朝我呸了一口。我何德何能？我为什么无法拥有呢？我看你无任何不良嗜好，是一款可以爱上但无法拥有的爱豆型男友。你具体给解释解释。你的各方面的优点都很值得被爱，但是鉴于你有女朋友，所以你就无法拥有了。爱豆型是因为你不会塌房，在这一块都不敢出格。我写的很全面。也没有过分的吹捧你，就是如实的写了一下，很如实，但已经很优秀了，已经很优秀了。你这玩意儿就只有全面呀！我的简历就是这样，我是要找工作的吧？哎，你应该补上擅长 Excel Word。我看我能被录取。对，谈恋爱没什么帮助。你猜这个出去之后，我猜4个男嘉宾至少有3个会给你发。我觉得我的这个更有吸引力。而且我还隐藏了你的恋情，交代没交代完全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快，这开始约会了，不用破冰嘛？没有破冰款，没有破冰，没有破冰了。也很帅，他俩一看就是都是颜控。对，看，救了朵花，快掉了。哎呀，俩人隔空互动上了。刚哥的小幽默恰到好处的。一来说我这有花，我觉得挺美的。看了一些视频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好可爱呀，摄影视频嘛，因为学的是那种审美的专业。哎，你发现刚哥小的时候就是体育生嘛，他干什么我都觉得他手在裤兜里。不，你看他的右手他不摆，他感觉又一直在兜里插着。肩好宽哦，就是有种这样的感觉。你们是啊，要勾脸啊你！你往这边吧，我在这边吧。哎呀，还细心刚哥，好圈粉呀。哦，飞哥，他是我的工作伙伴，也是我的前夫。这也看着很搭呀，这个 Amazing， 外形上看着很搭，对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啊。你是说风景不错，还是都很不错啊。你是哪里人呢？你心里的人吧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连呼唤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句话怎么回答呢？但我心里有人了。当我心里有人了。是我那天刷到一个谢娜姐和谁的一个土味情话，这是手背，这是脚背，我是你的长辈。太好笑了！在这个节目里说我是你的长辈，还蛮地狱的。啊，有味道，应该是可以吃的。有毒那就没关系吧，你换一个人。哇，大家好直接呀！所以你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呢？再问一下，你是哪里人的？我都说过我是你心里的人。我知道。不要说那么多遍了。哇，再说就变成真的了。但我感觉姐姐是那种鼓起勇气开朗一把。对，然后自己回去自己说哇，我为什么要说那种话？我觉得他的性格比较甜，他真的是比较好奇。哎呦，这个目光都变得深情了。真的，我说外国人的眼神怎么总是这么深情？对，他因为他显得眼窝子深，就显得目光很深邃。你别老看我，老看我。哎，你发现就是大家紧张的时候，就视线都会看向远方。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好，也会有点紧张。没错。
工作室是在哪里？你酒量好吗？你养公猫吗？会给自己做一些。你妈妈最喜欢煮什么菜？哇，他找的话题都好好哦。对呀、就一个问题不问吗，春哥？跟我的期待有一点点小落差吧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春哥也就是幸亏碰到了情姐。对，这个时候要是来一个我是你心里的人，春哥就懵了。但是在他们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，看到的这个局促的小动作。对，就是你对他有很多好奇，啊，但是他对你毫无好奇。当你要问很多问题，让那个聊天继续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聊天就可以结束了。比如你相亲，你会第一个问题问什么？我是有职业习惯的，我一般就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住的地方离这远吗？你怎么过来的？”哦，因为这是离他最近的事，因为有那种尴尬在，想打破尴尬的那种感觉，就你就好奇嘛。蛮有技巧的，就你通过他的交通工具来判断，是开车还是坐地铁？家是不是在市中心？骑共享单车？那我就知道他在方圆。就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相亲啊，那你坐什么过来的？哦，打车过来的。哎，你平常打快车、打专车呀？我拼车。好报销吗？哎，你什么工作？我脱口秀演员。你看过脱口秀吗？看过，老看。你比较喜欢谁呀？哦，我喜欢袅袅。我给你打个专车，你把你送走好不好？不想相亲是吧？气死我了！那如果有个人真的这么跟我聊天的话，我会觉得我们非常同频。我觉得，哇塞，这也太有意思了。我会觉得很无聊。那你跟我还是不够同频，算了吧。我觉得这种挺好。坐到那边吧。装个绅士，来，等等。哎呦，太绅士了，这也。装个绅士嘛。谢谢。没事没事。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装个绅士？因为他觉得这种行为稍微做作一点，他就会说我装个绅士。啊，这些男人的小心理我拿捏的。坐的稍微靠近一点就好了哦。那我近一点了啊。哇。那我近一点了啊。哇，好甜呀！他们有没有紫色元素？哦，你喜欢紫色。下次也准备一个紫色的。断句很微妙。你喜欢紫色？哦，你喜欢紫色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断句很微妙。姐姐看一下，到了刚哥这么大，能保持这个状态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太有少年感了。对。哇，谈恋爱经常会有那种画个画。画是吗？对。你画过吗？我没画过，但我们拍过那个路边的大头贴。啊。好可爱啊！很可爱。哎呦，刚哥好会呀！先走了哈。我扶你。成年人之间全是技巧。来扶我一把。语言的技巧，这种动作行为上都值得人学习。教科书般的谈恋爱，逐帧学习。对，逐帧学习。我说呀，你们怎么还有个画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结婚照。刚哥在说什么？他说这是我们的结婚照。月子，咱俩不是最能说的。刚哥比咱们还猛。哇，史上最快结婚照。不，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。不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最后这个结婚照确实给我干没了。你要不坐我这儿来吧？没关系的。这就是你说的那种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相处，还是有一些需要破冰的存在的。其实就是看肢体语言的话，姐姐其实一直在看窗外。那其实这种聊天是不是应该对对方好奇多一点比较好？对，因为姐姐是一个需要被调动的类型嘛，所以说你多去了解她一下，她就会，他俩好像没找到共同点的话就很难。对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以前跑马拉松、铁人三项、斯巴达，你知道，撸铁、泰拳和柔术会一点，然后冲浪会一些。厉害了！最近在学潜水，攀岩也会一点。是吗？不要再说了，这个我给你个建议，不要再说了。
咱俩太直球了，咱俩是因为被带动了嘛。好的话，咱以前都会斟酌一下。是的，没有第三个人帮的。呀，不知好浪漫啊！对，我觉得还是男生先开始把自己介绍好。我是住上海的英国人，叫罗飞，纪录片导演。哇，结婚啊，老结婚了。结婚了。方言是很好拉近距离的。对，轮到你了。大家就管叫 Ken 就好了。我爷爷叫 Ken。我爷爷，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脚背，你是你的长辈。笑出汗来了。咱俩旁边是得有点人，要不太放肆了。咱俩单独录节目。咱俩现在就是要在家里看节目。我想知道你来这儿，你睡过了吗？我觉得我来这儿是一种心跳的感觉，一直在有砰砰跳的感觉，就是以为自己恋爱了，其实是高原反应。哎呀，刚刚的小幽默真的是随口就来。你看我们，哦，哇！天哪！你别再 Q 结婚照这件事情了，求你了，哥哥。你猜会不会 Q？ 我看啊，看，感觉会 Q 呢。要 Q 了，可就宣誓主权了。机车就头盔。他们是没有的，我们是独一份。真的。哎呀，那小眼神。好，来介绍一下。啊，你们不用知道了。刚哥好霸道呀，你们不用知道了。推荐信上面是写的他霸道吗？劲霸道。没有人能比他更霸道。更霸道。我在离婚之后